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无糖，你之前不愿意跟我一起戴闺蜜发带，那今天你愿意跟我一起戴闺蜜帽子吗？还是愿意跟我一起戴闺蜜脖围呢？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，用一个简单的针法，勾出具有棒针编织的纹路，同时也可以当做脖围使用的帽子。你可以将它对折当作是脖围使用，或是收紧这一端的细绳，让它成为一顶帽子。针法不会太难，很快就能完成一顶，很适合新手学习哟。咦，乌糖，你来啦，是不是想要跟我一起戴它呢？你可以使用任何你喜欢的毛线，在影片中我所使用的是粗细3毫米的喷毛纱，而钩针的选择可以使用比毛线粗细再大1到 1.5 毫米的钩针，我所选择的是4毫米的钩针。钩针的号码越大，针目就会比较大，成品相对就会比较蓬松。其他工具使用到了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如果你想为它加上绒球，可以准备一个绒球的制作器，或者使用纸板来缠绕毛线进行绒球的制作。而成品的尺寸，艾芙琳提供了一份表格作为参考，你可以依照表格中的建议或实际状况进行编织。而如果是要做给1岁以下的小朋友，因为安全的考量，就不要做脖围了，建议直接做成帽子。首先是基础行，我们使用锁边起针，接着开始钩织锁针。基础行所钩的锁针链长度，就是尺寸表里面所说的高度。我想要钩一顶女生的帽子，所以我将这个锁针链钩织到27公分，大概是50个锁针。你可以视状况调整这个起针数。基础行之后，这一行我要钩织中长针，我们会在每一个锁针上钩织一个中长针。第一针是中长针的起立针，我钩织2个锁针作为一个中长针的起立针。我在这个起立针放一个记号扣，这个起立针算是一个针目。接着我们往回数，在第4个锁针上开始钩织中长针，钩针挂线，穿进针目，再挂线钩出，再一次挂线钩出所有线圈。这是第1行的第2个中长针。接着依序在每个针目上钩织一个中长针。我的基础行起了50个锁针，所以第1行包含一开始的起立针，一共会有50个中长针。而之后在钩织基数行的中长针行时，我们所面对的都是织物的正面。第2行翻面，我们要挑后半针钩织挂线引拔针，后半针就是挑远离我们的那一个半针。我们先钩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挑后半针钩织挂线引拔针，挂线引拔针就是我们将钩针挂线，再将钩针穿进后半针，接着挂线引拔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挂线引拔针。我在第1针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一个针目。接着我们依序挑起每个针目的后半针，钩织挂线引拔针。钩织挂线引拔针的时候，可以用左手手指固定住针目的下方，以方便做挂线引拔的动作。同样的，根据基础行的起针数，这一行就会对应多少个挂线引拔针。
而之后钩织偶数行的挂线引拔针时，所面对的都是织物的反面。而对于新手来说，如果你在上一行的第一个针目放上了记号扣，那么在这一行在钩最后一个针目时就不容易被忽略。第二行结束，翻面。第三行挑起每个后半针钩织中长针。第一针是中长针的起立针，钩织2锁针作为中长针的起立针。这个起立针算是一针，我一样放上记号扣。接着我们依序挑起每个后半针钩织一个中长针。而之后我们就不断重复钩织第二行与第三行，也就是一行挂线引拔针，一行中长针，一直到我们所需要的头围长度。这样子的钩织方式，从正面来看，就会形成一个像棒针编织的纹路。我一直钩织到头围长度达54公分，建议最后一行是落在偶数行，也就是钩完挂线引拔针这一行之后结束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断线，留下基础行的高度2到3倍的长线再断线。接着我们将织片对折，正面朝外，将最后一行与基础行的边缘缝合。缝合的时候，挑起最后一行的后半针，对着基础行，一个针目对着一个针目，以卷线缝的方式缝合。缝合结束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接着我另外钩织一条锁针链，作为围脖的细绳。起线时的线头可以留大概10公分，用来绑绒球。这个细绳的长度大概是头围加上10到20公分，你可以视情况调整这个长度。接着我们将这条细绳利用缝针在织物其中一边的边缘，像这样将细绳以适当的距离穿进穿出，穿的时候穿进中长针行2个中长针之间的缝隙。围绕着边缘穿1圈之后，像这样让细绳的两端相邻，可以绑在一起。最后你可以为细绳的两端制作绒球，当做装饰。如果没有绒球制作器，你也可以剪一个像这样的纸板，这个纸板的宽度可以是绒球的半径。缠绕的圈数越多，这个绒球就越扎实。沿着这个纸板的外径剪开毛线之后，可以用剪刀修饰绒球的形状。最后将绒球绑在细绳的两端，这样这个脖围以及帽子两用的保暖小物就完成啦。在这个秋冬送暖的季节，购置一顶给自己以及亲爱的人，让大家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